大家好，我是毛东。不是说脱口秀行业快不行了吗？这一个小强班虎视眈眈在这儿，兵强马壮。又来上海录节目，朋友们，多少有点不习惯，因为现在上海物价我觉得有点太高了，真的。就是之前他们老跟我说上海有什么沪币汇率1:3，我以为是开玩笑的。我这次一来，我觉得汇率是不是会浮动啊？你们？啊，涨太快了，我啥都贵。我发现那个面包怎么那么贵？面包不应该是粮食吗？你们上海是不是立法把这个15块钱以下的面包给取缔了？我前2天进了一个面包房，那个面包房里我转了一圈，最贵的面包128块钱，128一个手撕面包。谁的手撕的？哎，谁的手能有这么值钱、这么金贵？朗朗，只能是朗朗给我撕的。朗朗，他那个价签上还特别恬不知耻的写说：“哦，配料表很干净。”什么都没有，你卖我128，不是在我的认知里啊，就是如果一个面包你要卖我很贵，你要卖我128。你料得给足，你要不然有点什么高端的技术，要不然有点昂贵的食材。128，你卖我一个什么燕窝马卡龙，佛跳墙慕斯，这差不多。你说佛跳墙慕斯128，我说好，给我拿半个，这是可以的。哎，我不理解，啥都没有，你卖我128。哎，在我的记忆里啊，在我长大的时候，我的童年，我走进河南郑州一个最高级的面包房，里面最贵的面包，15块钱。而且里头什么都有，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，什么豆沙、葡萄干、肉松、比特币、马尔代夫双人游机票啊，还有个朗朗。这是一个好面包应该有的素质，朋友们。面包很贵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，我来上海，他老跟我说健康餐啊，说健康餐，什么叫白人饭？我一看不就是沙拉吗？一份85块钱，他们还管这个叫吃草。哎，85块钱这么贵的草谁在吃啊？高级牛马。崩溃了。哎，咖啡也是，我真受不了了。我知道咖啡在上海被吐槽很多了，但我是真事儿很意外。前几天我跟朋友约在一个徐汇区梧桐区的咖啡厅，我先到了，我说那我点吗？我跟那个店员说，我说那个菜单给我看一下，他说 menu 吧，我说 menu， 就是菜单的意思。我拿着那个菜单一整本，里面各种各样的咖啡，但他只把一款印在了封面上，那款咖啡叫什么手冲龟下咖啡，标价298元。该问什么咱们也都知道了，谁的手冲呢？啊，朗朗你还兼职啊？你这人生真是旷野呀，谁也管不住你。我最夸张的时候问他，我说能加冰吗？他说加冰还要加30块钱。我说为什么冰也这么贵啊？你是加的很快吗？冰柜神速。对不起，我还上网查了一下，为什么这个龟下咖啡这么贵？他们跟我说这个咖啡豆特别好，有什么花香、果香，还有一股难得的茶香。我想要茶香，我花298，我去便利店买74.667瓶绿茶不好吗？网上还说这个龟下咖啡豆贵，原因是它产量不高，它原产于非洲大陆的什么埃塞俄比亚。我查了一下，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7500人民币。我花298，我在上海市徐汇区的咖啡厅，我买一杯咖啡，帮我最多提神4个小时。我花298，我在埃塞俄比亚，我可以雇一个青壮年非洲小伙，以每10分钟的频率扇我巴掌，给我提神14天半。
这个小伙身体健康，本科学历，会做手撕面包，英文名叫 Menu。我甚至可以只雇他14天，朋友们，最后半天我俩可以一块儿录一个那种非洲友人祝你生日快乐的视频，啊，我还能赚钱。开玩笑，开个玩笑啊！在这个段子的创作过程中是没有任何非洲友人受到伤害的啊。到最后，那我这298的咖啡，我肯定也是不舍得买啊。但我又不好意思不消费，我就只能跟那个店员说：“我说那啥，我说30块钱给我拿杯冰吧。”就讲这么多吧，谢谢大家，毛东，谢谢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我是毛东。大家好，朋友们，哎，最近你有没有看一个那个消息？就是据说退休年龄从60延迟到65了。看了。我爸今年62了，本来已经退休2年了。看到这个新闻之后，我爸吓一跳，他还问我呢。他说：“我这2年是不是算gap 呀？”他以为还要回去上班，朋友们，我甚至觉得他宁愿回去上班，因为我爸他享受不了退休生活，他没爱好。我之前尝试挖掘过他的爱好，我问过他，我说：“爸，我说你业余时间喜欢干嘛？”他说他喜欢抽烟喝酒打牌。我说：“爸爸，爱好和陋习之间呢，还是有些区别的。”爱好，朋友们，一般需要你付出努力；陋习只需要付出一些寿命。我爸说：“那我爱好遛狗。”我说：“遛狗现在已经快成你的陋习了，陋习要付出寿命。”我爸遛狗主打付出一个狗的寿命，他太好遛狗了，他遛狗太狠了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有多好遛狗。前几年我老家郑州有一次下大暴雨，我当时看了新闻之后很担心家里，打电话慰问他们。我说：“爸爸。”我说家里雨大不大？他说可大。我说水深不深？他说水已经过膝盖了。我说没事就别出门了。他说中。我说你这会儿干啥呢？他说我遛沟了。他遛沟了，水都已经过膝盖，他去遛狗了。朋友们，我家狗是个泰迪呀，就这么高。我说爸，你想让狗死你就直说。就我家狗那个身高，朋友们，3狗叠一块都活不了一个。正常情况下来说啊，我爸喜欢遛狗，但狗也喜欢出门，完美。直到前2年，我爸开始沉迷一个那种走路能够攒步数赚钱的那个 APP， 他就开始试图用这个 app 填补他的 gap。我爸自从有了这个 app 之后，每天固定出门为这个 APP 打工6到8个小时，就纯走。我帮他算过。1个月大概能赚1块7毛5左右，而且我爸主要是每次出门都带狗，狗崩溃了。我家这个狗泰迪哦，它叫毛毛，今年15岁了。按照人类跟狗这个1:7的年龄换算，105岁老太太，一个100岁老人，天天跟着我爸出门高效燃脂，6到8个小时，哎。我家狗现在8块腹肌 ，BMI 只有9，体脂巨低，健美老太君属于是。上次我回家，我爸要遛狗，走到门口把门打开，主动邀请他说：“毛毛，走吧，出门转转吧。”我家毛毛，105岁的老太太，用尽她毕生的智慧和演技，在那儿装傻。哎，谁是毛毛啊？我是毛毛吗？有些忘却了。我爸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，跟我说，他说，要不，咱给狗也配个手机，注册个账号，1个月可以多赚1块7毛5。我说爸，我说咱就算这个2手手机500块钱，24年才能回本，而且钱的事儿咱暂且不提哦。24年，毛毛是不是有可能撑不了那么久？狗在旁边说：“撑不了，撑不了，撑不了，撑不了。”我爸说：“手机只要不坏，咱可以换狗啊。”我说：“哎呀，你挺能啊，爸爸，这么创新的劳动关系让你给发明出来了，世袭打工狗。”你想啊，我家狗最开始来我家的时候，也不是因为简历有多优秀，能力有多强，就是因为便宜。应届生吧，属于是。
后来刚来我们公司之后，对领导极尽谄媚，非常能产生情绪价值，一叫名就来，给个饼就接，还特别能舔。到最后才发现，哦，这领导是个傻缺，天天为了1块多的项目让他累死累活，但他想走也不敢走，年纪大了找不到下家，你出去怎么说？别人面试问你说，今年年纪多大了？过35了吗？刚过1点儿，105了。真的，我家狗现在，我感觉已经对于流浪狗啊没有什么优越感了。之前它是不太看得上外面那些灵活就业的狗的，觉得不稳定，天天在外奔波。现在它也自己天天在外奔波，而且奔波的很稳定。我自己后来发现啊，就是我爸天天折腾狗，我也有责任。我陪伴太少了。有一次我良心发现，打电话给我爸说：“我说爸，最近我忙完了，回去多陪陪你。我说家里缺啥你跟我说，我买。”我爸跟我说，狗说还缺个手机。讲这么多，谢谢大家，毛豆是毛豆。又来上海演出了，几年了已经。每次来上海我都特别感叹，朋友们，就是上海太洋气了。前2天去了一个朋友聚会，聚会上1半人都有英文名，另一半老外。我没有英文名，哪怕我当年甚至还在国外上过几年学，我都没给自己起过英文名，我用的是我的中文名拼音，东拼音是 DONG， 美国人是这么叫我的，懂？哎，跟我河南老家农村那个傻三叔叫我是一模一样的，朋友们。每次我去星巴克买咖啡，店员做完那个咖啡叫我说 Mao 等，我说哎，三叔。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。我说这想我的风到底还是从郑州刮到了大洋彼岸呀。哎，最近又获得了一个新称呼，朋友们。最近有时候遇到一些新朋友，会出于尊重叫我毛东老师。这个称呼我不是很喜欢，而且最近甚至有了点阴影，朋友们。有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。有一次我骑着电动车去赶演出，在北京，我在路上看到一辆汽车，它变道没打转向灯，差点挤到了一个也骑着电动车的老大爷。那个大爷跟他理论，司机态度特别恶劣。我当时真的火就起来了，我说这太不尊重我们骑手群体了。我当时就驱车上前，我说我要跟这个司机理论一下，我想骂他2句。但有时候人是这样的，我太激动了，我嘴已经张开了，但我还没决定说啥，我就只能在这那司机也懵了，司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纯粹的不含任何信息含量的开场白。我俩收拾了一下心情，正式开始对线。我们非常激烈且全面地问候了双方的亲属。我跟你说，那骂的可脏了，但骂了有1分多钟。我最后说，我说有种你给我下来，因为在咱们北方啊，当你吵架吵到一定时间的时候，总要有一个人率先发出这种邀约，要不然会显得非常的尴尬。我当时想好了，只要大哥下来，我就立马驱车驶离。我不是怕他，我主要是怕耽误演出。我当时想了，我说大哥这么着急，他不一定会下来吧。大哥那天挺闲，大哥就一边开门，一边冲我叫嚣，他说小子有种你别走。他这话说到一半，他愣住了，他说小子有种你别。毛东老师。尴尬，朋友们，真正的尴尬不是大吵大闹，而是在你使尽浑身解数展现个人低素质的时候，对方突然向你发送了一个尊重。我真的太害怕这种场景了，我这人本来就好面子，自从干了这一行，干了这个工种之后，不瞒大家说，虽然不是啥大明星，但有时候有些观众会认识你，我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就2个，一个是在外面吵架被观众认出来，
一个是在外面讲价被观众认出来。哎，这个也发生过。去年上半年我去大理旅游，订了一个民宿，350块钱一晚上。我 check in 的时候，我说你这淡季，我说你便宜点吧，你350块钱，我说你便宜50，都是学生，你便宜50。然后那个姑娘说，哎，她说你是那个讲脱口秀的毛东吧？我说原价就可以了。再给我涨20%也是可以的。我好面子，我生怕人家看不起我，所以说当那个司机开车那大哥把我认出来的一瞬间，我太尴尬了。但是人家满脸陪笑，咱怎么办？咱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就只能装模作样，娇嗔般的呵斥了他几句。我说大哥你也是，我说你这不能因为喜剧审美好你就出门不遵守交通规则啊。说到这儿没话可说了，我只能转头说那个大爷。我说大爷你也是，你出门不能总依赖别人遵守交通规则啊，男孩子出门也要保护好自己。这么多年了，咱俩还骑电动车，工资涨没涨，努没努力，反省过没有？反正这事儿之后我是明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担不起毛东老师这个称呼了，大家之后叫我毛董就可以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毛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Hello， 想我们吗？也很想你们。这一年过得太快了，朋友们，这一年过得真太快了。不过这一年也有我的收获啊，从节目播出一直到现在，我的小北指南一共演了90多场。不错。然后有一些脱口秀演员听到之后还跟我开玩笑呢，说小北你怎么演这么多场？家里不会是欠了些钱吧？啊？我说首先这不好笑，其次我跟你熟吗？如果熟的话，能不能借我200？能借我？也不是，就确实家里有点赤字啊，有点赤字啊。首先就是我妈啊，我妈沾染了一些传销啊，但是你们别紧张啊，我妈属于传销的最后一环啊，就是消费者。我什么时候发现我妈开始搞传销的？就是家里面多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啊。然后我问我妈，我说妈，为什么家里买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啊？我妈说这个儿子，这些东西都不要钱，这些东西都是买枕头送的。我说妈，我从小睡大那个荞麦枕头不是挺舒服的吗？为什么换这个枕头？我妈说儿子你不懂，这个新枕头能治病。我说妈我没病。我妈说你别废话，躺下试一下舒不舒服？我躺下试了一下，怎么说呢？这个枕头特别像指压板改的，很硌得慌。当时就明白这个枕头能治什么病了，能治我爱睡懒觉的坏毛病。但是我爸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妈一句，从来没有说过我妈一句不是。不是因为我爸这个人多善解人意，是因为他投资也失败了。我爸爸在2021年房市的最高点买了房子。我还清楚记得那个夏天，我回河北老家，我爸开车去机场接我，回去路上我爸一言不发，脸色特别凝重，嘴上起了个大泡。我坐在副驾驶也不敢说话，都宿舍坐着呢。我爸开着车突然来一句，他说：“我朋友他儿子有房子，你也得有。”当时我第一反应心里暖暖的。我说我爸要给我买房子了啊！我爸第二句话说的是：“我交首付，你还房贷。”当时有点懵，我说爸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他儿子有房贷吗？我爸说那没有。说实话，当时有点无语，我就不说话了。我爸还劝我，他儿子你不能这么想这个问题，你得这么想，他有的你都有，你有的他未必有啊。我说你跟我玩朝三暮四呢是吗？然后我爸当时给我拍了肩膀，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。他拍着我肩膀跟我说的：“儿子，现在再不买房就来不及了，现在不出手，以后就很难出手了。”怎么说呢，也算说对了一半吧啊，一半。然后当时我就一直不说话，我爸还接着劝我，他说：“儿子，实在不行你当投资了呗啊，这房子每年都涨，实在不行你过2年你不住，再给卖了，赚点钱什么的。”我家在河北秦皇岛。我们那儿有个特别著名的地产叫阿那亚。我跟我爸说，爸，实在不行在阿那亚买个房子，我听说那儿不错。我爸说，儿子，你可能很久没有回河北老家了，你对这个市场还不是很了解。阿那亚那地方离市中心多远呢啊？儿子，敢不敢打个赌？3年之内阿那亚必黄。还阿那亚呢？阿那亚再好，能有恒某靠谱？有，朋友们有。
我从小到大观察我爸，其实我爸对投资这个事儿一直属于特别稳健的状态。就房地产蓬勃发展这20年，我爸一直属于观望的状态，直到21年直接出手。你就说我爸厉不厉害吧，一出手就有。当时我真是感慨，朋友们，我说我爸真是高手，高手应该在高点入局。我爸特别像盖的一句歌词，就是老子一抬手就能摸到天。我的钱变成袅袅炊烟啊！这2年我家那块房子跌得太惨了。我跟我爸说，爸，实在不行，再把房子卖了吧。我说亏点我也能接受。我爸跟我说，他说儿子，你对这个市场还不是很了解。爸爸早就挂上去了。我都懵了，你知道？但是我不能怪我爸我妈，确实不能怪他们。虽然他们是投资界的卧龙凤雏，但有句古话说得好，虎父无犬子。我在21年开始理财。当时不知道从哪听一句话，感觉很有道理，就是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谁能想到，朋友们，我们一家3口把鸡蛋全摔了啊！鸡蛋不能放哪儿？不能放篮子里啊，放地上啊！不要了，死了得了，你知道？但是就这么投资，我家也不是一个蛋都没剩下啊，我们家剩了3个穷光蛋啊。21年，正是我上节目的第2年，手里有点积蓄了啊。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，他说：“小扁，要不要搞投资什么的？”去年有个基金涨势特别好，涨了200%。朋友们听完我都懵了，我说那还讲毛线脱口秀啊？那玩意儿来钱也太慢了。聪明人就爱用钱生钱，买啊！当时特别果断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当时我爸和我妈都不看好这个。我说这不就有了吗，朋友们啊？排除2个错误答案啊，剩下的 C 不就是正确答案吗？谁能想到啊？这个答案还有个 D 选项，以上全错。我最近看了一下，我买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基金近10年的最高点。说实话，挺浪漫的。这个基金在最美好年纪遇见了我。21年。在我家属于一个很特别的年份，我和我爸在不同的领域顶峰相见。今年住在家里的新房子里，成宿的睡不着觉。我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你这枕头也不治病啊。”我说睡不着。我妈安慰我，她说儿子没事儿。爸爸妈妈也睡不着。这枕头能不能治病我不知道，反正这2年给我治得服服帖帖的。治好了我的阳光开朗，治好了无忧无虑，我的天真浪漫再也不会复发了啊！朋友们，不说了，时间不等人，我准备去买黄金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门枪。哎，很高兴回来了，很高兴回来了。去年节目播出之后啊，生活发生了一些小变化，赚到钱了。哎，我钱老板还发消息问我，他说：“门枪，你回不回职场？”回职场，我连他消息都不回。最近在看房，因为去年住奉贤实在是太远了。住在奉贤实在太远了，因为录节目，我想租一个近一点的房子。我最近就在密集的看房，很密集的看，在小红书上看。大家看过小红书上那些房产中介视频吗？就视频一开头有一个很帅的男的，穿着一个西装3件套。视频开头他会这样：猜魔都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？他给我推了一套郊区的1室户，毛坯房。这个中介还非常有信念感的介绍，他说：“总裁欢迎回家，您家就在地铁21号线终点站，26年底开通，总价60万。”总裁为什么要住地铁终点站？他钱呐，都充交通卡里啦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标价60万，我还是很心动，正好符合我的预算。我就收藏了这个视频，收藏完了之后，小红书封了，一直给我推房子的视频，
怎么说呢？我现在对上海的房市很了解。在网上啊，会把上海的房子根据房价分为3个等级，3000万以下的叫刚需。刚需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看中的那套60万的毛坯房，和别人2999万的房子一样，都刚需。这种感觉就好比我门枪和郭麒麟一样，都儿子。大鹏和斯皮尔伯格一样，都是导演。3000万到1亿叫豪宅，1亿以上是顶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了解这些，可能就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。男人嘛，就喜欢了解一些自己能力够不到的东西，并发表辣评。我身边朋友都这样。法拉利开起来不舒服。张伟丽打不过我。王嘉尔没有上海户口。手机刷太多房子了，真的。我感觉我的手机啊被我富养起来了。打开首页全部是什么珠宝腕表香奈儿，游艇豪宅王嘉尔。啊，我明明只看中一个毛坯房，我的信息茧房却是个豪宅。我这个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发财致富了，这难道不就是作茧自缚？真的号扬起来了，真的肆无忌惮。一开始给我推的是猜猜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啊？前2天给我推了一套上海市市中心顶层大平层。视频开头是一个旁白，黑底白字，旁白是这样说的：他说，如果和珅还活着，在上海住什么房子？我心想，和珅这么贪，难道住贪城一品？我太好奇了，我就拉着我女朋友小陈，我说你跟我看看和珅住啥。然后视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90平米、270度江景欧洲古典主义装修的厨房。他给我介绍呢，他说我们这个厨房的墙面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，一面墙要60万。我心想，德国什么墙这么贵啊？柏林墙吗？这个。而且60万，朋友们，一面墙，这个数字很有针对性。60万，小陈说：“哎呦，门枪，我们这个房子也不是不能买啊，这个房子买完之后，我们家徒一臂。”然后视频从厨房走到饭厅，走了半分钟，还是快进。小陈说：“门枪，你想清楚，你以后住在这里，吃饭都吃不到热的喽，再也吃不到西冷牛排，只能吃西牛排，因为冷掉了。”然后是这个房子的最大卖点，3梯1户。我的反应比你们还慢。我当时看完之后，3梯1户什么？3梯1户啊？为什么要3梯？为什么有钱人出门要3部电梯？啊，为什么？这谁住？这个房子只能给哲学家弗洛伊德住，要么给余祥宇住。啊，每次出门，每部电梯分别装着他们的本我、自我和超我。最后是这个大平层的售价1亿8千万，1亿8，我吓死了，我想要退出，手都在抖，不小心抖进了详情页。他给了我一个最优的购房方案，他说首付6000万，还可以啊，就2个刚需而已，分期30年，每个月还60万，60万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，我一开始只想要买一套60万的房子。刷了几个礼拜手机，我现在每个月要买一套60万的房子。我感觉我被这个视频冒犯到了，有点被这个房子骂了啊！我怎么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都能被搞破防？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破防，这也是我写这个段子的主要原因。严格来讲，这个段子不是讲给你们听的，是讲给你们手机听的。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下一次打开手机，
你的小红书首页就是3梯一户和珅门腔，王嘉尔没有上海户口。听一段脱口秀，附赠一个信息茧房，主打一个防不胜防。谢谢大家，我叫门房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洋教主。其实去年到今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就是我做了一个近视眼的手术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？看出来就有鬼了哈，看出来。我做了一个全飞秒的手术，然后做手术的原因也非常的简单，上了春晚之后看不清未来的路了，然后。我当时做这个手术很紧张，我想先在小某书查一下，我想搜一下全飞秒手术到底是什么样。一搜，我天，说什么的都有，真的各位，有帖子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夜间视力下降，聚焦都聚不上了，还有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能戴墨镜了，重启第2人生了，还有一个帖子说做完全飞秒手术当场就后悔，一点开后悔没早做。后来是我有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一个德国的诊所去做。说实话，各位，我听到是德国诊所的时候，心里有一丢丢的向往，因为我以前听过很多关于德国的都市传说。我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？有一个最有名的，我给你讲一下，最有名的青岛下水道的故事，各位听过吗？没有。你们来着了，今天你出去之后，你就是最懂青岛下水道的人。说青岛下水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堵？下多大的雨到那儿叭就漏下去，渤海放那儿叭就漏下去，有时候车过那儿叭就没了。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就是当年德国人给修的，说修的有多好，说修的最后有一下水道有一天坏了，大家把那个下水道一拆开，全青岛的下水道工人全傻眼了，那零件见都没见过。当时实在没办法了，也不会修，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。说来也怪，不会修下水道，会德语。打过去之后就骂德国人说：“哎，那边下水道坏了个屁的！”当。德国人说：“不要慌，下水道固有一坏。”我们当年就预料到这个结果，所以我们在下水道附近3米处挖了一个坑。你打开那个坑，里面会有个油纸包，大家一打开，真有个油纸包，一拆开，里面就是下水道的零件，换上之后，下水道完好如初。我天，各位，这个故事非常的扯，各位哈，千万不要信。已经有观众开始记笔记了啊！我今天好了解德国下水道啊，千万不要信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么扯的故事，当你要去找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有一点希望它是真的。因为一旦是真的，各位，我的眼睛得多有保障。10几年后，我的眼睛突然就坏了，全国的医生束手无策，没办法，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，还不会德语，只好找一个青岛下水道工人给德国打电话。青岛下水道工人一打过去，哎，那边下水道好了，眼睛完蛋了。Dank。德国人说：“不要慌，我早知道眼睛固有一坏，所以我们在他角膜3厘米处挖了一个坑，你们中文叫酒窝。那里面我放了个油纸包，大家一打开，真有个油纸包，里面一拆开就是我的角膜。换上之后，眼睛完好如初。德国医生因为私藏角膜被判无期。当然我去了那个医院，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医术，这个根本不用担心，最担心的是怎么跟德国人交流。我天，我们俩那个交流，用德语我不会德语，用中文他以为他会中文，我们俩交流，我中间实在没办法，我说不行就用英语吧，啊，我也教了10几年英语，德国口音的英语，说慢点我应该听得清。各位，德国口音一点都不是问题，词汇量是个大问题啊。那医学词汇一个都听不懂。那医生给我描述了一下全飞秒手术的全过程，我从全飞秒手术就没听懂。我给各位科普一下，全飞秒手术的英文叫 Smile， 听着像一个手术的名字吗？我在那聊着聊着，他跟我说 Smile， 我就。
他说奶 you smile， 我说 I smile 着呢，哎，这都快 laugh 了，这嘴再咧就疼 cry 了，这就。最后我实在没办法，我在医院里随便找了个护士，我说您好，那个麻烦您能当一下我们的翻译吗？那个护士说可以，2个字刺痛了我。我30多岁了，教了10几年英语没法跟人沟通。那护士看着20刚出头，能翻译德语，所以我特别毕恭毕敬。我跟人护士说，我说那个能麻烦您问一下，我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？那护士问医生，他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？我说刚刚这个环节我是哪儿不会呢？然后最紧张的是做手术当天真的非常紧张，因为我非常担心这个手术出风险。各位你应该能理解，我无法承受近视眼手术带来的风险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盲人脱口秀演员了，不仅盲了，段子都被他写差不多了，去年拿着段子都得第3了。我要是出了风险，我真是字面意思上的白瞎了。所以我一个劲儿问那个护士，我说那个您能跟我说一下有风险吗？有没有风险？护士说刘先生，您真的不用担心，没有什么风险，您只要做好术后护理就没事儿。来把这个术后护理包拿着，我一拿那护理包，我说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油纸包来了啊。我拆开那个护理包，各位里面赫然放着一副黑灯同款墨镜。我说你再说一遍没风险的事儿。你最好给我这个墨镜，唯一的目的是告诉我黑灯在你们医院治好了，这墨镜它用不着了。他说刘先生真没风险，您还有什么担心您随便问。我说那我问你，如果我在手术过程中眨眼了怎么办啊？我一眨眼，眼皮给我切了，我以后跟个鱼似的，我天天我就这么瞪着。他说刘先生，他原话，刘先生您真不用担心，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有东西给您开眼。我说那你最好好好让我开开眼。我躺手术床上说刘先生您看这是圆明园的龙首。我说嚯，快给刘先生切眼睛，切好了。后来发现多虑了，各位多虑了，手术非常的成功。我做完手术那1秒，然后德国医生跟我说手术很成功。那个翻译跑过来，手术很成功。我最后一次复查，我复查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说恢复得非常好，恭喜你，可以走进摘掉眼镜的世界了。但是，我说有但是，咱不第一开始说吗？我说但是什么？他说但是，您年底就要38岁了，40岁左右呢会出现老花眼的症状。我说那严重吗？他说没事儿。戴眼镜就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梁生，谢谢大家。黑刀双月，朋友们见面了，真的。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，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？有认识了吗？有吗？认识。去年确实一整年，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，也演了很多场。说实话，这个工作越来越忙，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，我痛经。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。真的，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。其实我每次来月经，我从第1天我就开始痛，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的时候，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，就连撞7天啊。我上一次来上海，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，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，突然就来月经了，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，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，没抬起来。抬不起来，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。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，他说怎么了？我躺在地上很虚弱，我说痛经。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？我又补了一句，我说女的。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在想女的？
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，真的。有的时候我就想着，我说忍一忍就过了，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。但我除了痛经啊，我还月经不调。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，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。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，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，到点儿了他又不走，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，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，应该叫领导。哎，你们应该都有领导吧？大家都有领导哈。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，在那想说忍一忍，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。你掐指一算，你说哎，退休那天刚好就是绝经那天。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。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。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，但是退休延后了啊。这个月经不调，月经不调，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，我要调。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，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，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。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，给我抓了药，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儿，那个药也来点儿，到最后他都问我，他说这个你来点儿不来点儿？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，我又不是上食堂打饭的，我这。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，我就回成都，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，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。那天我老早就去了，一到诊室，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，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，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，我检查一下你的胸。我怎么好意思嘛，我胸又长得不好看。我虽然没有身材，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。他长得像一个8字。好了，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。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，我的8字还挺硬的。哎，医生接着问我，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？我说我是 XL。你问的是你的染色体，妈呀，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！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。医生也很难为情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观察你，长了一圈小胡子，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，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。”妈呀，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一套安卓，一套 iOS。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，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。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，我头有点痛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，我就去了。说实话，做检查的过程当中，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。我都在想，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，我怎么办？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？我出走半生，归来竟是少年。我想了一圈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。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，但他这辈子只剩下了我和我妹妹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，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，哪怕他去世那天，我就站在他面前，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，我说：“爸爸，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，我是一个假2件。”我爸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瞑目啦。等一下，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。爸爸能等。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，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，一路我都很紧张，我也需要一个结果，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，很像站在产房门口，真的，别的话都别说了，
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。医生说恭喜啊，女孩，纯女孩，158斤的大胖丫头。朋友们，我活了快30岁了，真的。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，你知道？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，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。逢人就说王悦纯女的啊。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。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，看了你的报告单啊，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，说白了有点超雄，你知道？你雌性激素太少了。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的，你慢慢的。找个男的，生个孩子，激素就稳定了。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？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。再说了，我是来医院看病的，我又不是来求子的。你让我这个样子，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？我一想，我说，哎，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。还挺有责任心的啊，但我后来在想，居然在那一刻，我真的在考虑，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，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。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啊！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，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，你知道？我就问医生，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，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。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。我说啊，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？那个药我买了，就几10块钱一瓶，我现在也在按时吃。说实话，月经已经好多了，而且它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，补充上来了。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，你知道？所以啊，朋友们，真的，关于医学、婚姻、男人、痛经。我觉得咱们能花几10块钱解决的问题，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10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，谢谢。